3DO， 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峡湾这个派系。在 EXP 里面，峡湾应该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，原因很简单，大部分玩家不喜欢玩有水的地图。和港口不同的是，峡湾不仅仅是理论上适合打海战，他们的一些兵种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有加成。那么港口和峡湾是什么关系呢？大家可以把峡湾理解成一个混乱版的港口。在港口的皇家海盗特彼得利当上国王之后，一些不喜欢安逸、喜欢挑战的海盗决定脱离港口。对于这些人而言，让他们安生的过日子比杀了他们还难受。峡湾的神器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你提供海上加成，不仅使你的英雄在海上的行动力提升3倍，而且还会提升10%的攻防。这里面的10%防御类似于一个终极防御数，而不是咱们传统印象当中的你有10点防御，它给你提升1点防御。很多朋友不喜欢打海战，一是因为海岸线太长很难防御，第二点就是操弹的机制，你上船下船需要消耗1天的移动力。在种种不利因素之下，峡湾不受玩家喜爱也是情有可原。毕竟如果你不打海战，你又怎么会喜欢玩峡湾呢？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峡湾建筑也好，兵种也好，虽然不是难看，但是在游玩的时候总会直观的感到一些违和感。目前版本的近邻也是这样，但是在 1.70 版本之后它就重做了。下一个 1.70 版本12月才上线，咱们的花仙堡还有近邻都在12月份更新。好了，说归正题，咱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特殊建筑。建到航海图书馆之后，可以教会你的英雄航海术，并且航海术的效果提升50%。所以说理想状态之下，人家峡湾1天在海里面的路程就顶上你3天。兵种增产建筑是他们的3级兵和4级兵，除了航海学院之外，灯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但是和城堡的相比，咱们先进的峡湾灯塔还可以额外提升1点的视野。在诸多 buff 的叠加之下，峡湾的军队在海里面的航行可能比你陆地上用异次元之门还要快。打海战的话，基本就是1天上船，1天下船，1天偷家。另外就是峡湾和堡垒一样，他们的6级兵巢穴只能选择1个建造，这2个兵种我也会专门介绍。峡湾的兵种质量怎么样呢？说实话一般，他们当中亮眼的兵种有，但是呢大部分也较为平庸。简单来讲就是玩无水的地图，你尽量不要选择峡湾，因为这并不会让你爽到。峡湾的1级兵是一个肉版小怪物，它叫做鼠人。嘿嘿嘿嘿 yes。没有升级之前，杀伤力1到2平平无奇，升了级之后就不一样了，8点生命值，2到3的杀伤力，6点速度，这样的属性已经可以和城堡的带兵掰手腕了。另外在性价比这块，鼠人战狂售价70金币，和大狼人骷髅勇士一样，但是呢战斗力要比他们2个厉害不少。个人感觉在前期开荒阶段，你给鼠人升级之后，他的表现要强于己兵。2级兵叫做潜游者，看长相像个鱼人，他和辐射4里面的泥沼蟹王是一种东西。在魔法门的背景里面，港口里面那种才叫鱼人，这种算不上。属性方面还不如狼骑，但是价格比人家贵出来20金币。带着这种兵怎么能搞好开荒呢？没有升级之前，论战斗力他应该是最差的2级兵了。个人感觉他连6速的盗贼都打不过，单挑强哥的话怎么看也是够呛。升级之后叫做深潜者，一些兵种没有升级之前是个没出息东西啊，玩浪费，升级之后就变得支棱起来了。但是咱们的深潜者升了级之后还是这个样子，它的属性和海员差不多，但是人家1回合可以反击2次。这么看的话，这个兵种也是十分的平庸。但是人家有一个隐藏的特技，就是你只要把这个单位带上船，就会提升你1点的视野。如果地图上没有海的话，那它这个特技相当于没有了。3级兵是峡湾版本的海盗，他们叫做赏金猎人，他们的动作和港口里面的海盗是一样的。属性方面，没有升级的赏金猎人售价200金币，尽管它既没有近战杀伤力不减，杀伤力也不如海盗高，但是它有一个海盗不具备的优点，人家不用升级就有12点的弹药量。这是因为背景里面海盗的火枪不够用了，于是给这些赏金猎人配发了弩箭。升级之后叫做宝藏猎人，售价240金币，他们有4到6点的远程杀伤，但是生命值依然只有少少的15点。壁垒的大地15，港口的海盗15，峡湾的宝藏猎人也是15，这些蜕皮射手和15过不去了，属于是他们在远程射击的时候能够忽略敌方30%的防御。另外这个烟雾弹魔法是针对敌方远程兵的，触发之后可以降低目标5点的远程攻击，
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虽然它的弹药量稍微多一点，但是呢，UP主感觉没有海盗好用。峡湾的4级兵是美人鱼，没有升级之前买325金币，它可以释放幸运之神魔法，一局对战可以释放2次。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属性还不如地狱的猪头。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也发现了，峡湾的兵种质量确实不咋地。这样的属性买325金币着实有点太贵。美人鱼在升级之后售价370金币，比一般的4级高级兵要便宜一点。它在攻击之后有20%的概率控制目标1个回合，虽然只有1个回合，但是这个控制技能没有门槛，哪怕你只有1个美人鱼攻击1000个比目巨兽也有概率魅惑。但是这个兵种升了级之后速度也只有6点，再加上魅惑技能是概率触发的，所以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。前4级兵整体看下来的话，1级兵属人能力尚可，3级兵赏金猎人不如同级的海盗还有大帝，2级兵和4级兵也略显平庸。如果接下来的5级兵还没有支棱起来的话，那么峡湾就和地狱一个待遇了。峡湾的5级兵叫做水灵，人称水爹，他们和火爹是同族，但是他们更喜欢海洋。没有升级的水灵依然贯彻了一个宗旨，非常平庸。他杀伤力12到15，50点的生命，免疫所有水系伤害。说他平庸，神怪也有话说呀，他比我便宜100块，但是比我厉害。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水灵之所以被称为水爹，没有一点看家的本事，他是当不起这个称呼的。升了级之后叫做海灵，他的生命值来到了60，速度来到了12。特技方面有一个不受反击，60点生命值12速的飞兵，还有一个不受反击，妥妥的一个迷你版的大恶魔。只能说这个兵种没有去地狱，不是他的损失，是地狱的损失。水爹和火爹一样，他们都是6边形战士。论输出，海灵放在5级里面并不算低，论生命值它有60点。要知道5级兵的扛把子雷鸟也是60，所以说玩峡湾就一个宗旨，只要海灵发起进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个人感觉海灵如果在5级兵排名的话，那是妥妥的第1名，又肉又有输出，而且高机动。火爹和他一比都属于保守的。峡湾的6级兵有2个，你在建设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中一个。首先是大海龟，升级之后被叫做龙龟，它和港口的鱼人一样，也是走肉装路线，但是在输出方面，人家鱼人又肉又有输出，而大海龟则只有肉。真要想让它打输出，也得第一时间升级。升了级之后售价1300金币，比一般的6级兵要贵。为什么叫龙龟呢？因为人家可以龙吸，除了龙吸之外，它还可以忽略掉目标50%的攻击力，再搭配上它那110点的生命值，对肉的6级兵实至名归。实战当中它的定位和9头怪也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很显然有很多玩家并不喜欢这种傻大个。如果是有水的地图的话，还是建议建设海魔法师。这是一个6级远程兵，和枪手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的生命值要多得多。毕竟枪手那个没出下东西啊，万难废，只有45点生命，而我们的海魔法师生命值和独眼巨人一样有70点，并且作为一个法师，他和塔楼的法师老爷一样，攻城战当中可以无视敌方城墙的阻挡。如果你的英雄上船的时候带着海魔法师，你的海上移动距离会增加300。升级之后的海魔导师，这个增加的数值会变成500。海魔导师的属性和据点的独眼王几乎一样，除了让你的英雄在海里移动得更快之外，你在沙滩上作战的时候，你的全体部队获得最大杀伤力，并且提升2点速度。再加上它是一个远程单位，毫无疑问 UP 主更喜欢海魔导师。你港口有深渊海蛇，那么我峡湾就有深海利维坦，但是两者之间的属性却是存在一点小差距。利维坦攻防和赤龙一样，杀伤力比它少，生命值比它少，速度比它慢。虽然属性不如赤龙，但是卖的一样贵呀。所以说我要怎么称呼它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人家海蛇没有升级之前属性就比它高，而且速度也比它快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家海蛇没升级就有30%的中毒概率，而利维坦丝毫没有。升级之后速度有11点，在陆行兵的圈子里已经不慢了。它能破防，但不多，只有20%。它也有一个类似于海蛇的复仇技能，每个回合提升5%的攻防。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，不如复仇厉害。我记得墓园的新兵种狼人，人家是每回合提升2点攻防，你这个利维坦还不如人家。利维坦虽然不像死亡谷的大骨头那样万难废，但是着实平庸。综合来看的话，峡湾的整体兵种质量也确实很一般。除了5级兵海灵是当之无愧的6边形战士之外，2级兵还有海魔导师都得水战才能发挥威力。龙龟太慢，美人鱼太看脸，赏金猎人太脆。
而七级兵利维坦则很显然也挑不起大梁。这就是为什么UP主说玩没有水的地图，你选择峡湾会很难受。如果你不想体验只要海灵发起进攻一切就会好起来的打法，我建议大家在玩峡湾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多水地图。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峡湾的英雄，首先是剑术特伊桑，原版只有一个剑术特，那就是欧灵。玩欧灵基本就是出气图看人家心情，偏一个算人家给面子，偏两个是正常，还得开局忍受人家的领导术。而咱们的伊桑同志开局战术加剑术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，老流氓欧灵可以洗洗睡了，他已经下岗了。侦察特伊瑞开局寻路加侦察，港口的侦察特人家开局带着后勤，所以说伊瑞终归还是不如米利安，在侦察特里面也是平平无奇的一个。巨龟特马森开局抵抗力加防御术，真正意义上的物法双抗。选马森首发你就必须得选择龙龟，龙龟升了级之后非常肉，再配上防御术，要打输出的话就用龙息喷，整体上还是不错的。但是说得好，我不会选他首发。小爵士斯威夫特，人家姆拉克爵士提升2点速度，而斯威夫特只提升1点，但这并不是完爆，因为大脸提升的是战斗当中的速度，而斯威夫特提升的这点速度在养步当中同样可以生效。简单来讲就是它更均衡，你走得也快，战斗当中也快，并且开局是领导加进攻，不会出现那种抹3级的情况。但即使这样，它的1点速度和姆拉克爵士的2点速度相比还是小有差距。但是你不可否认，这是一个神将，UP主非常喜欢当首发的英雄。金币特海顿，金币特还有个战术，不仅有战术，还有个学术。除了开局没有魔法书之外，一切都很好。地狱城的金币特表示，到底是难兄难弟呀！我地狱等火蝶，你峡湾等水蝶，连金币特都是这么的统一，都带一个学术。航海特维斯利，有水的图无脑买就完事了。就像我前面说的，海战第1天他上船，第2天他下船，第3天他投诚。如果这张图禁止飞行和异次元之门的话，这就是妥妥的战神。水灵特奈迪姆和火怪特瑞斯卡一样，多好的英雄呀！可惜开局技能偏了。当然有一个弹道术也不是不能用，怎么看也比那个没输的瑞斯卡开局还带个学术强一点。赏金猎人特吉玛开局剑术加炮术，第一眼赏金猎人特，第二眼这不就是个守城特吗？剑术能提升箭塔的伤害，而炮术可以让你控制箭塔。就算不守城，人家峡湾铁匠铺里面卖弩车，花个2500买上一个弩车，立马形成战斗力。蜀人特斯尼夫开局侦察加后勤，妥妥的侦察兵苗子，并且蜀人升级之后战斗力类似于一个小带兵，所以说这个英雄实际上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就到了法师英雄，第一位是美人鱼特坎迪斯，在 EXP 里面学习能力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荒技能，并且人家开局还带着水系魔法，但是开局带水系，但是开局却带着一个气系的幸运之神，再加上美人鱼这个兵种 UP 主是实在用不惯，在 UP 主这里这个英雄也就泯然众人了。智利特马库斯，这位可就值得一说了，在众多智利特里面也是鹤立鸡群的存在。开局带水系，初始魔法是圣杯，并且人家水战师开局就有3点知识，学习智力的话自然是知识越多越明显，并且大部分的智利特开局都是智慧术加智力，而马库斯是水系加智力，说一句最强智利特不为过。继塔楼的老索爷、工厂的小索爷之后，咱们峡湾也有属于自己的索爷，那么应该叫他什么呢？雷蒙是一个人类，而工厂的闪电特奇夫是一个丢丢，两者身高上存在差距，所以说雷蒙是中索爷。开局水系加气系，这什么含金量我就不再多说了。虽然开局只有1点力量，但是只要你身边有一个星轴或者魔法学院，给它加上这么1-2点的话，这伤害就完全够用了。UP主最喜欢的峡湾法师英雄。进攻特贝西开局水系加进攻，他还是个法师。法师版进攻特的话，参考据点的干大妈，好用是绝对的好用，并且不须于动不动技能数就偏了的战士型进攻特。魔力特利安德，这同样也是非常强的一个英雄，人家开局带着一个寒冰魔环，在水系魔法的作用之下，人家开局就可以放3次。大部分的魔力特开局都是智慧术加魔力，唯一一个可能比他好的是木原城的山德鲁，但是山德鲁在木原里面根本排不上号，所以说利安德近似被称为最强魔力特也是可以的。潜游者特麦拉姆，一个平庸的兵种背后总会有一个平庸的英雄，
水系加学术开局带着驱魔大法，已经把平庸2个字写在脸上了。要我说，像这样的英雄就应该开局带着侦查加神秘。这位是宝石特安珀，作为一个资源特，开局带着水系加智慧树，开局的魔法还是攻击加速，一个起手就可以和水晶特萨菲罗斯掰手腕了。背景里面她是港口城水晶特的女儿，实战当中由于她的初始技能还有魔法，当主将还是当副将都可以。疗伤特海尼亚，疗伤这个魔法其实不错，但是疗伤特很一般，因为这个魔法本质上是消除负面效果的，恢复生命值只是捎带着，反正也不能复活。要是说前期开荒，你还不如买个急救帐篷。那这样的话，峡湾就介绍完了，剩下的2个派系花仙堡还有近邻等12月份 1.70 版本更新之后，到时候再更新。有些朋友看 UP 主的视频催更起来一个顶10个，UP 主点进去一看也没关注，咱就是觉得你催更的话，你起码点个关注，对吧？如果大家一直看 UP 主的视频，就别忘了点个关注，这对 UP 主来说非常的重要，谢谢朋友们。